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2月3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注意了，特斯拉来到重要支撑位上，不止跌，将彻底走弱。在特斯拉6连阴时，而英伟达却出现了连阳上涨，目前开始横盘震仓，趋势反转还差最后的一步。美股变盘下跌，是回调买入还是年底保住利润？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73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来到最关键的指数分析。纳斯达克指数当下的环境如何？我们会通过之前支持的回顾，以及阿哲会再讲一下缺口支持，还有在小级别15分钟的趋势破坏目前如何了。等以上的内容来分析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环境。在了解完当前的市场投资环境之后，我们再看到第二和第三部分，那么是关于个股的分析，会讲到特斯拉、Meta、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OD、APP、Circle、SMCI、OKLO、PLTR、Coin、Coinway、美光、亚马逊以及 RKLB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依旧有所帮助。那么本期视频呢，也是阿哲今年最后一期公开的视频。如果您是在年底才首次观看阿哲视频，来到阿哲频道，那么阿哲依旧有一个温馨提醒，你会发现阿哲的目录当中有比较多的内容，所以平时视频的时长会偏长。那么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感兴趣，需要去得知它的一个分析。那么阿哲也把每一只标的的时间轴都划分好了，那么根据不同的段落，您可以快速的去跳转，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不过这里阿哲唯一的提示就是，第一部分是一定要观看的，不能够跳过，因为第一部分才是最为关键，也是阿哲每期视频最核心、最精华的内容。阿哲会把所有个股和指数需要用到的知识点，在第一部分都去详细的完整讲解，而后我们会在个股环节当中去快速的使用。我们先看到第一部分，之前我们讲过什么知识点呢？就是当前的市场处于三角形的收敛，你只要发现市场走出了高点在降低，而后低点在抬高，那么大概率您可以画出一个比较标准的三角形收敛状况，只是有时候可能是一个下跌三角，有时候呢是一个上升三角，而现在是一个相对的对称三角。而在对称三角的运行当中，那么力量会被积蓄，多空能量它的平衡会越来越进行一个饱和，直到某一个节点附近会出现爆发性的趋势选择。而当下的市场，我们在之前讲过，触及第一位之后出现了一个反弹，这个上涨呢，它碰到了前方的下降趋势线，而后产生变盘点，所以当前这个地方是要小心的。一旦不突破，那么只要市场还维持的三角形收敛多空的蓄势状态，那么这里将是一个高位，那么市场容易回落。而在本周一呢，确实出现了大幅低开，而后整体盘中震荡，那么出现一根假的阳线，在上涨时出现的假阳线要注意了，假阳真阴，务必小心。那么这根 K 线后，市场会不会如我们所预料的去回归之前的上升趋势线的支撑呢？我们可以这么去关注。所以当下对于三角形的分析呢，要么它就还在这个区间之内震荡，而很快，基本上在1月份中旬之前，应该就会出现方向性的选择，向上还是向下。而如果市场更加强势一些，那么可能它不会在上沿和下沿再次受到支撑和压力，它可能会快速止跌，然后上破寻找支撑，反转向上，也有可能不去寻找底下的支撑，而快速下破反弹，寻找反转向下。所以这是后续我们要关注的关于三角形所衍生出来的一些道理，关于三角形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技术面可能发生的一些轨迹，我们需要去关注多空之间慢慢的一个反转现象。而后这一个变盘点又是怎么去识别的？这一次变盘又再次的给我们去淘到了一个高点，前期的股价上涨时也是在这里出现变盘点，而后去逃离这个高点的回落。这种变盘的识别其实很有效，并且它很简单，所以阿哲呢在近1年来不断的在讲解，每次出现都会讲一下。好，那我们说一下怎么去识别它的变盘，就很简单，就是阴阳颜色当中的交错转换。当市场出现了连续4根 K 线，它的阴阳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今天阳，明天就是阴。这里不管是涨是跌，只看当天收盘和开盘的关系。那么如果开盘小于收盘，那么就说明它是阳线；如果开盘是大于收盘，就说明是阴线。所以一个呢是红色，一个是绿色。4天时间，只要这种颜色在交错变换，那么连续4天就可以构成阴阳交错的
基本模型，后续只要打破这种模型就是变盘点。那么这一天的变盘就是出现了2天的同颜色，那么它是一个变盘高点。前期这里也是在阴阳交错之后呢，2天同颜色，所以这里是变盘高点。像今年以来阿哲多次提到的阴阳交错模型，我们也可以来复盘一下它的效果。如果您是财神同学，您可以打开一级变盘的信号 K 线，你会看到图表当中所标记的黄色的这个圈圈啊，它就是阴阳交错变盘所产生的变盘点。那么我们不用看太远，就左侧呢是24年的10月份到现在最新行情。那么图表上的变盘点其实很容易，你就可以发现它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当时这里上涨时出现变盘，而后是一个高点，这里呢是加速后的变盘，是一个震荡，这里是变盘点，而后低点反弹，这里是变盘点，高点是一个下跌后的反弹高点，这里是变盘点加速下跌，这里是变盘点，而后中继加速上涨，这里是变盘点低点反弹，这里是变盘点低点反弹，高点震荡。然后这里是低点，这里是高点，所以变盘点呢一般会有2种含义，一种是转折，一种是加速。正常我们怎么去区分呢？就是变盘后的一个表现，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当市场有变盘出现了，而后是一个大跌的动作，下跌时的变盘多转折向上，那么只要股价后续能够突破它的高点，我们可以更加确定转折的向上。包括这一个下跌时出现的变盘点是吧？后续能够突破，就说明转折向上的概率比较大。包括这个低点。那么反之，如果市场真的是见到高点，那么一般会伴随着下跌动作；见到的是低点，那一般后续呢伴随止跌后的突破。高点呢一般会有分形的产生，高点跌破。所以这些就是在之前所产生的阴阳变盘的点位附近。那么阿哲认为它的效果不能说100%，但是它会给到我们不少的一些警示的作用。像前期下跌时这个大跌后的变盘低点。而后这一个下跌后的反弹的变盘高点，以及最近的这2个高点，那么都是阴阳交错变盘所产生的。那么像这一根阳线出现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可以先判定它是一个变盘高点，但后续呢股价没有下跌，反而继续上涨突破，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延续上涨。一般出现变盘点后啊，我们要去再次考察一下，关注一下它有没有一些走弱的信号，比如说顶分型的产生，股价的上涨冲高回落，或者说股价呢当时这里是出现了一个类似光头的阴线，是吧？也是一个冲高回落。下跌时的变盘低点呢，就看一下它可能会有晕线产生，可能呢会有股价后续的突破，那么我们可以以此去观察。那么这一次基本上就可以比较明确，因为它把它的低点给跌破了，那么价格走势我们就要关注。那么这里是变盘高点的概率，目前是大增加，那么规避本次的一个风险。左侧和右侧基本上，左侧呢是之前就应该卖了，那么右侧呢是昨天跌破之后，你可以做减仓行为。那么这就是第一部分我们所复习的一级变盘，也是阴阳交错变盘的一个使用技巧，比较有效，那么也比较好用和简单，大家稍微学习一下，应该就能够掌握。个股上也可以这么去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要讲的内容是缺口。缺口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以多空的角度来去分析。当然阿哲呢这里就不讲什么所谓的突破缺口、衰跌缺口了，我们就讲2种缺口。缺口在阿哲这边的定义呢很简单，就是2种，一种呢是图中的蓝色缺口，这种缺口是一个向上的跳空方向，所以它是一个上缺口。还有一个呢是粉色的，就是向下的跳空缺口，那么它就是一个下缺口。所以阿哲平时对于缺口的定义就是要么是向上，要么是向下。那么向上的缺口它以多头力量为主，所以它会有支撑。向下的缺口，那么以空头力量为主，所以它往往会有压力。越是长时间没有被回补的上缺口支撑越强，越是长时间没有被回补的下缺口，那么压力越强。好，那么越是快速的被回补的缺口，以及越是细窄的缺口，一般它的支撑和压力效果都会相对偏弱一点。那么这是一些简单的缺口的概念，所以我们就会知道了，目前底下最强的缺口支撑就是之前这个还未被回补，长时间不被回补，并且有一定宽度的缺口，它是未来一个非常强势的支撑。而上方的压力呢，就是顶上这一个，也是很长时间个把月都没有去回补，而曾经碰到即出现大跌的这个缺口，它就是一个当前最强的压力位。所以纳指要新高很困难，因为它有一个有效的大缺口在这里。那么用缺口的知识，我们就知道了一些中期以上的支撑和压力位置。那么我们再用缺口来去界定一下目前的多空方向。正常来讲，一个多方强势的市场，它的缺口表现有一个特征，就是一旦出现缺口，它要么不去回补，要么一补，它立马会出现明显的低点。一补这个缺口，会有明显的多头力量反攻出现；一回补这个缺口，立马见低点，立马反攻出现。所以越是强势的多方行情，一出现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被回补的时候，
那么越快出现低点，越快出现强势的上攻，这就说明这个趋势越是强劲，没有任何的问题。同时，它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一出现向下跳空缺口，这个缺口会很快的就被明显阳线给回补，而后这个缺口一产生很容易在多方强势市场当中一出现向下跳空缺口，多方强势，那么这里很容易就是低点，很容易就被回补。所以多方市场强势就是有这两种特征。那么反之，空方熊市的特征就是把刚才所讲的条件反过来，它的向下跳空缺口要么不被回补要么回补之后呢会有快速的空方动能。比如当时这里有一个向下跳空缺口一回补，那么基本上第二天就是一个高点，那么空方力量就立马的往下，并且在空方强势的市场向上的跳空缺口不管多大还是多小，它基本上短期会被快速回补，并且回补之后多方的能量表现一般，表现比较弱。那么当前的市场你会发现上方的缺口补不了，所以它具备一个特征，有一个难以被回补的下跳缺口。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第二个特征，就是向下跳空缺口它要么不补，如果被补的话，快速会形成高点，而后有明显的空方力量的产生。我们看到这个缺口，它是一个下跳缺口，而且有一段时间没有被回补，所以它的压力是有效的。但你会发现它还是被快速的回补了，并且回补之后第二天有高点，但是基本上就是小小的顶分型，就立马被突破了，空方力量不强。所以当前呢只符合一个特征，它没有另外一个特征。所以当下的一个市场属于多空均衡，我们讲了很多次了。目前市场就是从趋势线角度三角形收敛，那么从多空的角度多空平衡，通过缺口也可以发现这一点。那包括这一个缺口回补的时候，它是不是有见到低点呢？它没有见到低点，那它有多方的反馈吗？有，但是不强，而是继续的延续下跌所以多方缺口、空方缺口目前被回补之后呢，它的力度、它的反抗情况都是不佳的。所以当前的多空之间力量是不悬殊的，至少短线一般的缺口回补是没有这种反馈。而当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市场有两个临近的缺口，就越是靠近的缺口越是对短线有所提醒。那么底下这个缺口它将是一个弱的支撑，而顶上的这个缺口将是一个弱的压力。因为多空均衡的情况下，我们要预防一个动作，就是打了下边的缺口就见低点而后反弹，打了上边的缺口那么就见高点而后往下跌，亦或者是两边都弱，那么下方支撑打了之后没见低点还继续下跌，以及后续上方的缺口被打了之后呢，没有出现什么高点，然后继续往上涨。所以当前在多空均衡之下，缺口的支撑效果我们要多次确认。如果往下走，这里依旧是阴线直接回补缺口，没有任何的下影线收阳线出现，那么这里要小心了，它可能往下的目标就是前面的两个低点以及下方的一个缺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出现了下跳缺口，然后快速的回补，并且是阳线回补，这说明多方开始有所优势。后续只要能把这个缺口给补了，那么短期走强，中期也会走强。所以这两个缺口很靠近，一旦止跌能够强阳上涨，那么把两个缺口都补了，并且没有空方力量出现，不会像之前那样子碰了一下就跌的话，那么基本上当前的多方就会慢慢走强。所以当下通过这两个缺口的反馈，你可以知道多方和空方之间的表现。实体收阳账上没有空方的一个高点产生，立马我们应该知道了做多机会。如果股价下跌出现了影线回踩而后止跌 K 线，那么至少知道它能够走一个短线反弹，或者说股价直接下跌阴线回补，那么没有见到低点，那要小心了，它的下跌目标要打开，空间打开，这说明空方在变强，上方缺口短期难以回补，那么加上上面的这个缺口就有两个难以被短期回补的缺口，那么市场的风险空方就是越来越强，多方将会越来越弱，目前还是多空之间的平衡。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知识回顾以及多空缺口的内容讲解，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后续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用到相对应的内容，也希望以上两个知识点能够对您在以后的交易当中提供一些帮助。那么听到这里，大家可千万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点上您日常的一个点赞和宝贵的小红心。当然了，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充裕，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抽出一点时间，可以在底下评论区留下您宝贵的留言，阿哲看到也会非常开心。您可以留下您的评论，亦或者是您对阿哲视频的建议。如果您还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希望您在学有所获的情况下，可以点开我们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那么点击之后它会显示已订阅，就说明您成为了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美股市场的技术分析和美股的交易机会。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全部铃铛全部点开，
那么点开这个铃铛之后，这以后的每一期视频您就会收到我的通知。那如果这个铃铛没有打开，那么可能阿哲未来的视频更新有时候可能无法及时通知到您所以如果不想错过阿哲的视频的，可以把这个铃铛全部点开，这样以后呢就会收到通知了。那么很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以及点击订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就是目前我们从日线上可以观察到的角度，就是变盘向下以及多空之间的2个缺口后续在日线上的一个反馈。而从小级别呢，如果你想要更加及时发现市场的止跌、市场的机会、市场的风险的延续，那么15分钟的图表，当前我们讲一下趋势的破坏。在上期视频周6的时候，阿哲就讲过一次怎么去看趋势破坏。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回顾和学习。那么看到趋势跟踪的一个方面，阿哲平时呢会用到一个指标叫彩虹带，图中的这个指标有紫色和黄色2种颜色的飘带，它就是彩虹带。而只要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亦或者是财生朋友，那么基本上这个飘带您都能够看得到，平时分析呢也可以用得到。而对于一个趋势的跟踪，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一点，就是怎么去界定市场的上涨为反弹，股价的下跌为回调，何时市场为趋势的反转向上，何时趋势会反转向下。关于这一点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认识？那么阿哲呢讲一下对于这个指标使用时关于这些内容的定义。那么第一个，什么叫做市场的反弹，或者说叫做诱多，亦或者是下跌时的诱空。那么市场只要是一个黄色飘带，它的上涨首先定义它就是反弹，除非后续有一些改变。好，那么价格不管怎么涨，只要是黄色飘带，它都是反弹。特别一旦进入到黄色飘带之后突破黄色飘带之后，它的价格走势就容易进入到一个诱多阶段。就很多人呢会因为这一波涨势强劲，而导致他可能盲目的去追涨，最后反而买到了一个高点附近。那怎么去规避诱多和诱空呢？我们一般需要在突破飘带的时候去看2天时间，第一根 K 线是收盘突破飘带的时候，第二根 K 线是在飘带突破后的第2天，所以2根 K 线当中取最高的价格作为压力位，只要这个价格不被突破，那么这里呢大概率就是一个诱多，而只有后续突破这个价格而后的回踩，我们看到转为紫色带之后，才可以认为这个地方是寻找回调买点的机会，这个地方才有机会是反转向上。所以只要突破飘带，亦或者是不突破飘带，它基本上都是反弹。而如果突破飘带，那么价格走势选择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如果也后续不能突破，反而是压力，那也要小心，大概率还是有诱多现象。那么下跌时它是回调呢，还是砸盘，还是说趋势反转，也同样如此。当只要是一个指示带时往下跌破，一般你也要数一下1天2天，好，里面取偏低的价格走势不有效跌破，那么市场大概率这一波下跌还是一个中短期的回调砸盘。那么后续股价再次的回归飘带之上，后续的回调依旧为回调，依旧找买点，只要不破飘带，只要在飘带之上的下跌，我们都是找回调买点。而只有跌破飘带，开始去寻求它是砸盘还是趋势的反转，跌破的第1天，跌破的第2天，止跌有低点，而后要小心什么呢？只要股价跌破了飘带，它就是砸盘的可能性。而砸盘后的买点，只要买了，你发现它转为黄色带，走出压力，无法去新高，那么这个位置的砸盘就存疑，它有可能这一波上涨是2次的出货行为，所以只要跌破飘带，就有可能危害趋势。我们在这种地方去找的一些砸盘买点，它只要后续不能新高，那么就是风险。只要黄色带转为支撑，只要飘带由紫色转为黄色，那么由支撑转为压力，这些位置都要小心，可能是出货的迹象。那么后续转为黄色带，它的每次上涨无法过飘带，那么都是反弹，趋势就如此去反转，趋势就如此在反转、回调、砸盘之间在轮回。所以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后续讲个股时你也会比较明白。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一个技巧看一下当下美股市场指数15分钟的趋势跟踪。当前所看的是最新的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的图表，那图表当中是不是也有这个彩虹带的一个表现？那么只要市场是一个黄色带，任何的上涨都以反弹看待，不管它是涨多高都行。那么它只要上涨数2根不突破，那么往下跌破就重新来，重新数。价格黄 K 突破第1根、第2根，好，这里能突破，那接下来呢回踩要撑得住，我们去看反转。但是这一波呢直接跌穿了，所以这里它不是。那价格走势呢只有往上突破第1根、第2根，找高点再突破，好，突破之后股价回踩能够止跌，
能够撑得住。跌破飘带呢，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这里呢是一个支撑。价格走势在黄色带转为紫色带之后，由熊转为牛市，那么它的特征就是要么不破飘带，要么破飘带能够止跌。像之前这种位置跌破一根，跌破两根不止跌，还会继续下跌。像这里能够止跌，所以就是一个由空方转为多方15分钟的一个表现。后续呢，只要维持这种节奏就行。所以后续你会发现它这里也跌破了，跌破一根，跌破两根就止跌了。所以这里呢，它又跌破了，跌破一根，跌破两根，所以又能止跌，又能上涨，又能新高，所以没有问题。好，直到这一次，我们上周周五的时候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两根里面虽然确实止跌，但这一波上涨却没能新高，而在飘带附近出现了震荡，继续的跌破，并且由紫带转为黄色带，所以当时我们在周六提过，这个地方是一个风险点。那目前就转为了黄色带，转为黄色带之后，我们要看一下昨天在大跌周的反弹，飘带有转为了紫色，但是它突破的第一根、第二根压力在这里，所以趋势的反转目前依旧界定它只是个反弹。那如果是反弹，那么就还应该这么去看，也就是说破底的行为就还是大概率事件。所以要怎么走呢？股价回调不破紫色带，股价上涨能突破前方的2根 K 线的高点，而后再回调紫色带，则作为买点。所以这样子才能够构成我们后续15分钟日内的趋势止跌，而后去看涨。否则在这里我们这个高点将是一个反弹的压力高点。从我们在上周周六的视频当中所讲的趋势破坏之后，目前市场走出了趋势的下跌延续，这个地方是对于空方趋势的一个破坏，但是破坏之后能不能走出反转，需要继续的去看待它这一波下跌会不会有新低，飘带会不会有支撑，能不能够往后再次上涨突破昨天的这一个反弹高点，这都是我们在日内15分钟也能够去观察跟踪的，它可能会比我们之前所讲的日线级别的判断会更加及时一些。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所讲的3个内容，有关于指数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讲到个股解析之前，阿哲先告诉大家您如何能够激活这个彩虹带的使用。有关于彩虹带的使用呢，它是我们订阅粉丝同学的一个专享的福利，只要您订阅了阿哲频道，那么不管是新同学老同学，您这3重福利没有领过的同学都可以找助教老师去激活领取。第一重福利就是我们的彩虹带1周的体验权限，您只要是订阅了阿哲，那么就能够去使用这个彩虹带，看一下您手中的股票，看一下指数整体的环境，日内还是日线波段，那么这个指标都能够这么去分析。那怎么去激活呢？您可以看到右上角所弹出的小卡片，那个是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点击卡片就可以找到助教，然后让他帮您激活一下彩虹带。或者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置顶的评论，评论当中呢有一条链接是阿哲所发布的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那一条链接也可以找到助教老师。那么这3重福利，第1重就是彩虹带，然后第2重福利呢是我们的盘前广播点位预测。阿哲每天盘前会发布一些消息，一些文字的提示，一般呢会讲到指数的环境啊，以及个股的点位、关键的支撑和压力。那么这些内容会在每天的盘前，美股开盘之前会发在我们的专享频道当中。所以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找到助教呢，顺便也可以去进一下我们的体验频道，可以去看一下每天我们的美股盘前的一些信息和广播点位。第3重福利就是我们关于技术分析更加进阶、更加深纬度的去学习的一些方法。那么阿哲平时视频当中所讲的一些公开的内容呢，大家如果学会之后，想要更进一步的去掌握一些更加有效、更加实战的内容，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内部课程。内部的提高班当中呢，只要您是订阅粉丝同学都可以找助教老师报名参与我们本周的课程。从周2到周5这4节课程，我们会讲神奇九转的使用和实战的一个技巧。那么关于九转，近期我们讲的也比较多，九转的出现，那么高点的产生，大家应该也都有所印象。近期我们用神奇九转也逃过很多次美股市场上涨时的高点，它是一个左侧指标、左侧技术。所以关于这一个指标，如果您目前还不太明白怎么去使用的，那么可以参与我们内部的课程，本周呢不要错过。像上一周其实我们也讲过很多关于九转的内容，如果您是今天在年底才认识阿哲的，也可以呢跟朱老师领取以前我们讲过的一些九转的回放的一些内容去学习。希望以上的订阅3重福利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有关个股的解析。第一只股票是特斯拉。我们首先看到特斯拉的一个空间上，之前呢我们多次提醒，就是市场走到前高附近，你要注意
之前每次它的一个手法很正常的一个动作，就是有一个拉升缺口以及大阳线的突破放量，那么打开一轮新的上涨空间，会出现一个加速短线的拉升行情。我们多次提醒要等待一个明确的上涨信号打开空间，而后再去寻找后续的一个空间的买点。而这一根阳线一直没出现最近这附近前高附近它最多也就 3% 的阳线，所以呢在这里尽可能不要随便去追涨。如果您之前没有听阿哲讲的，在这里不断的去追涨，去加仓买进，甚至可能比之前仓位还重，那么最近这个下跌这个回调又一不小心把你之前赚的给吐回去了，甚至呢还套你不少。所以在不同的位置呢，你的操作逻辑要有所去区分。像之前的行情告诉我们，在这附近如果它不出现加速的话，在连续的阴线之后产生的一般是比较大级别的调整，每一次都是如此。所以更加安全的一个方式，要么等待回调明确止跌，要么就等待市场明显的拉升阳线突破连阴的高点，而后去选择交易特斯拉。在此之前，你的所有交易都尽可能谨慎一点不要在这前高附近随便的加仓加码。而后我们再看到这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呢是一个趋势画线的图，那么阿哲呢把曾经的这个底下的上升趋势线呢往上去复制抬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深黄色的这一个区间，它代表行情它如果要出现加速，那么它要维持在这个区间之内去进行运行，而后去突破向上。而假如市场回归底下第二个区间，那么就说明它其实多方之间呢有点走弱，而空方占据优势。所以你要预防一点，就是它再次的跌落这一根趋势线。目前收盘价是略微跌破了，如果跌破之后第二天不能够止跌收小 K 线，或者说快速的站回来，而是继续有下跌动作，那么它的目标位那么就有可能要再往这之前的上涨趋势线去运行了。那么在这个区间之内待得越久，越容易走弱。如果股价下跌反弹不能站上区间而往下走，那么这里就是走弱的一个迹象，走弱的痕迹，那么你就不能够在这里随便去买股票。所以在这个趋势线附近要有明确的止跌行为，你再去看涨。而如果没有，则不要乱动，因为一旦有效跌破，它的空间还是蛮大的，要等待下一个有效的支撑上再去寻找买点。所以当下呢，当前是可以等待一个止跌信号的。如果这里不止跌，那么往下你至少要在这附近才能去寻找到一个止跌机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的一个趋势长带的一个表现。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呢有一个现象，首先看趋势，就是你拿到长带之后想要去分析股票第一点先看趋势，它是一个紫色带，所以多头是占优势的，中短线在日线上它的波段是看涨的。好，看涨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调整呢，我们就以什么看待？以回调来看待。那么当前是跌到飘带之内，我们说飘带之上不跌破飘带，它属于一个相对的强势回调，就多方很强，空方呢一般，但它一定要有止跌才行。这里没有止跌，继续往下跳，而且有缺口，跌到飘带之内，属于正常的一个涨多了会调的时候的波段回调的目标，一般就是飘带之内。好，那如果飘带之内都不止跌，继续往下破，那么就要破坏趋势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趋势的时候，你先看它回调的时候是怎么走的。如果是跌破飘带，就容易破坏趋势，但破坏趋势的同时，它也有可能是砸盘低点，就只要不跌破这个位置的支撑，就是破位的一个砸盘的低点支撑，不跌破能有新高，那就没有问题。那这里呢就还是上升趋势。当股价回调不破飘带，收盘在飘带之内，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回调，它正常就是还有新高的。所以价格走势我们要关注这些，而我们相对要小心的就是它跌破飘带之后不能新高，是吧？比如说跌破飘带了，是吧？砸盘了，股价上涨，它不能够收盘去新高，就它新高都很困难这个时候你要小心它的趋势容易转而向下。那么当前它是经历了一个往上突破一根两根还能突破，股价回踩后上涨，那么当前就回归一个上行趋势，那么我们就以回调来看待。目前有蓝 K， 蓝 K 代表短线超跌，那么如果特斯拉能来一根收盘价，收在前面蓝 K 高点之上，最好把这个缺口一并回补，最好是越快越好3天之内达成这种阳线，在飘带之内止跌，仿包我们的一个蓝 K 高点，同时缺口回补，出现这种 K 线基本上就确认回调止跌启动买点，而不出现这种 K 线呢，就千万不要乱动，我们以继续回调继续下跌来去看待。
那么当前我们就关注一下特斯拉究竟能不能在飘带形成正常回调的止跌买点，如果不行，就看一下破位之后砸盘是否会产生砸盘的低点买入机会。当前的飘带上沿它是 471.492， 而后飘带的下沿是 450.366。大家拿到彩虹带之后那么跟朱老师就是右上角卡片弹出来的朱老师，您点击联系到他激活之后您就可以这么去分析，后续可以去关注，因为它是个趋势类指标，所以它会有所变动。那么您如果关注特斯拉的同学，您就可以每天看一下这个点位，要么跌破2根寻找支撑找砸盘低点买入，要么就反包蓝 K 而后把缺口补掉收阳线看涨买入。如果都没有出现都不止跌，还是往下跌往下调，那就要注意了，一旦趋势破坏就是一个风险。那么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Meta 目前的行情走势，它是不是也是一个紫色带？那么紫色带的运转当中，前面有下跌的9，而后有上涨9，上涨9之后股价回调还不算强，但是它的一个反弹也不强，所以当前的股价呢多空之间慢慢的陷入到一个震荡徘徊。这一波回调是一个正常回调，正常回调之后它正常就应该快速的新高，但它并没有，所以不是说正常回调就一定能新高，只是说大概率。这里如果正常回调不能够快速新高，就说明它在走弱。那如果走弱的话，它要干嘛？它有可能想要往下去破飘带，去寻找砸盘低点，去寻找新的支撑。所以在出现了反复的复线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在盘前广播当中提醒过，你应该去把这次的回调买点的利润呢，可以去离场，可以去减仓，至少左侧要卖，而后看一下会不会给到砸盘低点机会，亦或者是它能够顺势上行，那么就继续持有剩下筹码即可所以当下我们来看飘带的下沿，这里是 649.053， 它有可能要走的动作就是跌破2根寻找砸盘低点。当然这种行为呢肯定是对于趋势不太好的，那么最好的就是还是能够有一根阳线重新站回飘带，因为目前是收盘跌到飘带之内，是吧？回踩一次又回来一次，这个地方如果能止跌不跌破，收阳线把缺口回补，最好走出一个早晨之星，是吧？我们可以继续看涨，看它能够去突破左边这个高点。这是关于 Meta 的一个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英伟达，而关于英伟达，它是不是走出了之前的颈线位的跌破之后恐惊涨上来？但是我们无法判定一点，就是它这个突破是否有效。有同学说这个突破那么强劲，有缺口有大阳线，就一定就不能是有效吗？可以，大概率有效。所以因为前面这种强势的上涨还有连阳，我们目前判定它大概率有效。但是再怎么判定和分析大概率有效，你也要看到有明确信号才行。所以这一波上涨呢，还是以反弹看待，股价只有回踩左侧的这一个颈线，有明显止跌再启动，我们才能够说它这里是一个单阳不破，它这里是个颈线位突破，是一个压力转支撑，而后再次产生买点。我们去看它上破上方的一个大阴线高点压力，这样子才可以。否则的话，目前只有高抛点，没有买点。我们再看到它的趋势反馈，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日线，之前呢它也是出现了一个超跌蓝 K 而后反弹，因为它是个黄色带，所以先看反弹。黄色带股价上行的时候，它突破的第一根第二根，所以这里是个压力，股价呢略微上影线而后回来，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算它突破了一次，而后你要看什么呢？看它回踩飘带，它不能跌破。如果这里很明显跌破不止跌，那么这个地方还不能看反转。那么这里要干嘛呢？这里它不能够跌破这个飘带，它得要在这附近止跌再次启动，而后还要走一个新高。那我们的买点就是股价回调时博弈它这附近的止跌点，买入之后看能不能新高，能新高后续继续滚动加仓，不能新高那么就在这附近去卖掉你的反弹筹码，等待它真正走出强势。那么目前它是反转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里有一个缺口支撑又有飘带支撑，所以股价往下调，这个地方一旦有支撑，其实日内就可以找一些机会去尝试左侧的低吸，只是目前离的距离还有一定的远，所以这里呢还有可能走很强势的调整，就是震荡。那震荡的话呢就更好了，就说明它真的很强，后续一旦突破就做这一个单阳不破的启动点。那如果它正常回调呢，就会调到飘带附近。如果空方确实还是超乎意料的强，它应该会在这里直接跌破，我们要去关注后续回调的一个动作。但这一波应该卖了，因为它有一个黄 K， 又有一个9转形成到5了。黄 K 本来就是阿哲趋势交易系统当中超买的信号，是吧？像之前黄 K又是一个黄带的反弹，在这附近呢就是一个超买了。超买的时候不代表你一定会跌，但是它让你提醒不应该在这里去加仓了否则很多时候就容易买到调整的位置，买到转弱的位置。那么当下我们看到飘带上沿，目前我们看到飘带它的
上沿是 182.484， 它的下沿是 180.941 啊，关注这两个点位。以上就是特斯拉、Meta 和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我们看到第三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谷歌。当前我们看到谷歌的一个图表，那谷歌呢，它其实也是一个长时间强势的指示带，只是最近因为市场弱势，所以它也是走的有点弱了。正常的回调，它是不是应该在飘带附近出现止跌？这种就是强势的回踩。好，如果收盘跌到飘带内呢，就是正常的回调。那么最近这一个是什么？砸盘，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第二根有低点支撑，而后能够向上。那么如果是强势的，它不跌到飘带之内啊，就强势的，以及呢跌到飘带之内，那么这种就属于正常回调。好，这两种都是不会破坏趋势的，或者说它极小概率会破坏趋势。好，那么砸盘呢，就是一定会破坏趋势的。砸盘一旦出现，你要小心，它肯定说明空方有点不一般。这一波股价回落之后的买点，你只能先看反弹，而后新高如果不能够过，那么基本上它这里的趋势要么就走为震荡，要么就转为下跌趋势。所以当前呢，就是价格走势又进入到黄 K。是吧？一旦股价上涨到了黄 K 附近，就是超买了，超买你再买，那么有可能就是站到这个山顶上，你就可能要被套在高位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一旦超跌买入，而后不会反弹，到了黄 K 附近，你就可以开始减仓了。你撞那么一些 K 线，撞了几天已经有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的是什么？飘带能不能过？因为它是黄飘带，所以第一天、第二天这里是一个压力位，我们需要它能够突破回踩转止带。这种地方才说明趋势呢还能继续往上看前高，否则这里跌破飘带，那么就说明它已经是一个反弹，飘带已经转为压力，那么后续就有可能延续啊。所以当下要小心的是一个黄 K 它的超买风险还没释放，而后就飘带这附近还没有确认它能够止跌上涨。我们看一下这个飘带的低点是 312.093 作为支撑，昨天呢是打下来有一定反亏，但是上方的压力还没突破，所以还要突破站上，我们确认这个飘带它会转指示带，后续回调继续找加仓买点。现在就还要小心，依旧看反弹，有3根黄 K 线，要注意了，超买了。我们再看到下一个股票是甲骨文，甲骨文的话就没什么太好说的啊，也是蓝 K 白 K 超跌反弹到黄带附近，目前进入到了黄 K， 黄 K 是超买。好，价格走势是不是还是飘带黄色的，就是上窗飘带？那上窗飘带出现9号 K 线，当时这里呢是一个暴跌的起始，所以只要是黄色飘带，我们就不管3721，先看反弹再说，不要抱有太大希望，直接看反转，一般是小概率的事件。所以当下也是的，反弹到飘带附近，那么这里就是压力位，那么压力位出现黄 K， 你先小心，它如果要反转，是不是得要先突破飘带？连飘带都没突破，那么这里呢肯定还不行，它离反转的判定还早。前面的这一个九转，它底下有一个压力位，之前呢是支撑，而后被跌破，所以这里是压力。那么当前就是上涨、下跌、反弹，这里是个压力，再加上飘带，所以这里呢是多重压力。你又有黄 K， 一旦释放风险，小心是一个下跌趋势的延续，它至少得要重新站回这个压力啊，在这附近去寻找一些机会。没有这个动作，没有这个轨迹之前，你就不要想太多了。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STR 价格已经再次的创出低点，这前面的下影线放量，它呢没能撑太久，只是一个略微反弹，而后往下落的过程当中，周线其实是开始跌破了，是吧？虽然周线有九转，但是这个周线的九转呢，它没有出现止跌而后反包的 K 线。我们说左侧的信号，它呢要有反包，要有确认，才能作为明确的进场点。目前就是九转有，但是没有止跌 K 线，白 K 还在保持，没有反包，所以要继续等一等。那么当前呢，就还是一个下跌趋势强劲的行情。不过好的地方在于它的量呢，好像有点略微的缩短了。不过还是呢，不算是一个地量啊。当前就还是下跌趋势，飘带的压力是 167.18， 注意这一点。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微软的话，107天线还是向上的，而后飘带呢是由一个黄色转回紫色，不过它没有破那个关键的压力，往上走的时候，是不是这是第一天站上，这是第二天？当然，这附近如果有临近高点的话，你直接用高点也行。好，那么这里就是个关键的压力，压力在这里一直走震荡，是正仓呢还是走弱呢？我们需要有一根 K 线确认，这里要有一根阳线突破，那么我们可以初步的看趋势由反弹到反转。但这个高点不破之前，你就不要乱去看涨了，这里有可能是一个反弹的高位附近，一旦收阴线
破了飘带不止跌，那么这个位置是不是又要延续下跌？当前的微软也是走一个三角形收敛，只是它的下边沿呢是170天线。当下市场的一个走势还不算很明朗的强势，走到了第7根 K 线了，上升的九转到了第7根，那么当下我们要小心这个地方还不明确出现止跌。它的飘带目前是483.566为支撑，如果收阴跌破，那么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弱的，要突破左边的高点才能够界定它的反转趋势。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AVGO 就是前期一个比较大的级别的一个超跌，所以超跌之后有出现了一个反抽，这其实可以算是一个卖盘估结而后涨势的一个反弹。目前反弹它是一个黄色带，它之前呢是跌破了第1根，跌破了第2根之后，它不止跌，还继续往下跌，所以超出了一些范围。那目前往上走，一旦到黄带附近确认了压力，是吧？往下一旦走出这种格局，那么就是一个下跌趋势的形成。它之前其实一直还是比较强劲的，直到呢市场出现了趋势的破坏。趋势不被破坏之前呢，一切都还好，一旦破坏了，这里1根2根虽然构成买点之后也是很不错的，但它毕竟是一次趋势破坏，后续就开始经常破坏趋势，是吧？还能新高时就还好，这趋势破坏之后还能新高还好，那这一次趋势破坏，你觉得它还能新高吗？概率就比较低了。因为这个地方不止跌破飘带，还跌破2天的低点，还跌破前方的低点，所以这个地方就危险系数会大很多，所以是反弹的概率也会明显很多。它的下沿是355.959，这里呢作为第一个压力。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的话，当前就是下跌之后一轮单边下跌之后出现了震荡行情，有连续的超跌，但是飘带目前依旧不过，所以它以震荡的方式在缓解下跌。它走的就不是一个空间啊，之前走空间，目前走时间震荡，消化空间的下跌的可能，所以当前它有可能一直震到飘带很容易转变颜色，当下它离飘带很近，飘带也很窄，所以通过震荡的方式，它把空方的力量给消耗了。当前呢，我们还是要关注啊，就是它还没有突破飘带，昨天的收盘价是215.61，而当时这个空方带的上沿是215.409，所以这里呢算是本次下跌以来第一次突破。那么今天就是第2根，2根里面取偏高的将是个压力，这个压力不能过往下破，那么就还是空方趋势，能够破然后再回踩不破转止带，才能够看趋势的改变。当下呢就还不行。好，所以目前是第1根突破，那么今天是第2天啊，2天取偏高的找一个压力位，被突破再说。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HOOD 维持走弱了，我们之前也讲的比较明确啊，就是它开始是突破飘带2根，然后就有压力，突破飘带2根就有压力，它是用熊市的一个结构，价格跌破2根呢不能止跌，而后反弹呢有压力，所以当前就是一个熊市结构比较明显。虽然170在底下有支撑，但目前没有碰到170，所以有一定空间。你哪怕是说还要跌到170，是不是还是不少的距离啊？所以没有必要在这里还没有明确止跌走强之前去做它的一个多头，不要随便抄底。那么价格走势当前是黄飘带，我们看一下底下的支撑。那么我们看一下上方飘带的一个黄色 K 线。那么170目前的价格差不多是在 105.8 附近，而后上方的一个黄色带下沿是 122.224， 当下呢是空方占优，而中短线它离多头的支撑有一定的距离。这个地方呢还可以，它离左边呢是低点附近，是吧？所以这里应该是有支撑的，但是还有一定空间，所以不能够随便去抄底。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PP 的话还不错啊，因为它走出了一个反转态势，价格走势能够突破2根，还能继续往上突破，而后回踩时蓝 K 仿包能够有新高，只是新高的力度不强，往下回落，所以这里呢小心出现2B 法则，价格走势往下调，这里有一个止跌的信号，是一个低点信号，但是低点信号是左侧的，我们需要有右侧确认，一个反包阳线把缺口吃掉啊，跟特斯拉差不多，有这种阳线产生，再加上这个低点信号，我们重新看涨，市场在这里应该还有上行空间，就只要有这种阳线出现，那么它就是目前市场阿直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个做多标的。如果没有啊，它这个缺口之后有左侧低点支撑之后，它如果没有反包阳线，没能吃掉这个缺口，而是继续走下跌走调整，那就只能等破位的2根 K 线止跌，找绝处逢生买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左侧提醒只是左侧的，我们必须要有右侧确认再去判定，跟前面这里一样，有左侧的蓝 K 超跌提醒，但是我们买还是要买在右侧的阳线上，那么空间就先看前高，是吧？这里也是一样的，突破之后先看前高突破，就先看日内短线买入，而后突破新高强势，再往后去看波段。飘带的下边沿
它是664.944，飘带的上沿是702.291，目前是多头飘带。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Circle是不是也有这个短线的低点信号？所以它这里呢是一个止跌的信号，当止跌信号之后，它没有反包阳线，它没有去吃掉它，那么这里呢就没有右侧进场点，就不要随便买。当下呢是跌破飘带的第二天，跌破第一天、第二天有支撑，当下呢是跌破第一天、第二天，所以这里是支撑，这里不跌破，出现反向的阳线突破左边这个左侧 K 线的信号，依旧呢可以作为看涨点，但如果没有之前，就不要随便买进了。我们看一下它的高点是83.045，就作为入场线，收阳站上才作为买点。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SMCI 已经进入到了超跌的白 K 附近，但是超跌归超跌，不代表它一定能涨。超跌之后要有明确的反包 K 线，是吧？之前这里是不断的超跌，但是反包是一根阴线不买，连续超跌，好，到了白 K 附近了，有反弹了，是吧？吃掉超跌 K 线，再往上去看反弹，到9附近呢左侧风险，而后又是黄带，所以小心风险。目前到了超跌附近又反包了，所以这里呢看止跌反弹，最近也确实止跌，但是飘带还是比较有压力的，飘带的下沿是31.605。对于弱势的股票，你可以做超跌反弹，但要注意了一旦买入之后，它并没有如你所料出现一个很强的反弹，而是震荡。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你的仓位不能乱加，除非有明确的暂时启动阳线再去买入，再去看涨。当下呢又重新走到下跌的神奇九转的第二根，如果延续九转，那么它要破低点，所以这种就是较弱势的股票。我们看到 OKLO 它跟微软有点像，也是170附近有环带。那微软呢至少是走了突破，那么 OKLO 呢它是还没突破，反而是跌破170，所以当下肯定是判定弱势了。价格走势170呢82.3附近以及飘带下沿85.488附近，这里构成压力，价格走势破新低，那么走弱相对来讲还是处于看跌的趋势。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PLTR 它跟 APP 有点类似，因为它也走出了一个向上突破2根 K 线，然后回踩不破有买点，并且创新高了，所以当前呢还是先看回调，只是它离170当时是回踩了一下，反弹不能够有新高，正常就是趋势到了170附近，肯定是一次中短期的趋势的破坏了。破坏之后，股价反弹，它在前高附近有缺口压力，不能够去回补。那么这个地方呢，它就说明这个缺口的强势。那股价往下破的时候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止跌还好，中短期走强，那么还能补缺口，能够向上去看。如果这里还在出现破飘带，走中短线的趋势破坏，那么这里很危险。它的级别如果一旦往下走，那么就会很大。因为正常，如果它是回到170附近的话，我们往上去看，是吧？它应该是顺畅的新高的，那么它不应该去再破这个飘带了，它应该走的是相对有效的支撑。我们不能够允许它在这里又出现有效的破飘带，所以尽可能不要出现而后我们再去看强势。如果这里又破飘带就不好，这里的下沿是179.307，大级别有可能是反弹的高点，那么小级别一定要走强。那么这里最好要快速的把缺口补上，而后站回飘带之上。飘带上方呢是187.111，那么收阳吃掉，那么可以作为看涨点，就跟特斯拉和 APP 差不多，结构往上，但是一定要等止跌确认买点才行。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oin 就维持弱势，它在下跌的九转之后呢，还是一个继续往下，并没有止跌，所以股价的下跌比较强势。那么这种就是空方相对表现比较激烈，多头呢很弱势的一个个股。那么做多呢肯定是不能首先考虑它的上方的一个压力251.158，整体远离飘带，远离170，整体的中短期、中长期趋势都不太好，有可能会在这里产生震荡。但是做多的一个机会呢，最好等明确反向之后，我们再去看。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ore 呢，它还算是走了一个也跟 Coin 一样有点低位震荡，超跌之后反弹，但是黄带的突破没能有效，突破的第一根、第二根它是压力，突破的第一根、第二根又是压力，它到目前为止还是黄带，还是没有突破2根以上有效，所以后续你还是要看一下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有没有用。高点目前还是在降低的，低点还是在降低的，所以结构一般只能说看一下超跌反弹，因为这里呢是一个背量缺口，股价往下调，它容易受支撑，后续还有可能会有一个反抽动作，反抽时走势比较弱，就依旧要注意是风险，所以这只股票只能做短线日内的一个多空，你做波段目前是比较混乱，不太容易的。
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美光，美光的话呢，就是一个强势上涨下，而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买区域。这个地方不能够说它一定会跌，但是绝对不是一个买点。我们说超低的地方不一定就不会再跌，但是一旦有止跌，你可以去找买入机会。超买的地方不一定就一定会跌，不能涨，只是说到了这里，你应该找卖出机会，而不能够以买入为主。所以价格走势啊，前面你不买，后面到了黄 K， 到了滞涨信号，有左侧风险的时候你再买。那么这个时候不是说你不能赚钱，而是你赚的钱呢，很多时候就太过于风险。你这一次能赚，下一次大概率也会赔回去。所以这种位置的黄 K10不能随便买股票，等股价的回调后才是更好的波段买入点。而趋势带的上沿是 261.487 作为第一个支撑。下一只个股呢，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它也是突破飘带，当突破的时候啊，它是不是构成了一个级别的收敛，所以它也是一个三角形，就整体看也是个三角形。那么这个三角形目前倾向于向上突破，不过不能作为买点，因为它也是一根两根就受压，所以这里你要确定一下股价的回踩不破飘带，而后走势向上能够突破压力，这个时候才会构成比较好的由反弹到反转的初步形成。不然的话呢，它往上走怎么样到飘带附近都是反弹为主，目前也还是反弹为主，除非能够调向上突破，飘带附近要支撑得住，不支撑得住往下跌又回到震荡区间之内，所以目前是有走强的迹象，但只是中线以上，短线这里不能构成买点。支撑位的话呢是 228.61 附近不能够被跌破，回调时要撑得住才行。而后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很多同学有在问的 RKLB， 这个股票呢其实就是一个回踩到170附近，股价回到170附近，像之前这里就是飘带和170共振，飘带和170附近，那么就容易去找到左侧的止跌点，而后找到这种机会。那么这种地方是不是走了一波九转后上行，插过170，而后往上走？那目前在新高之后呢，走一个回调很正常，但整体趋势呢是多方的一个趋势，只是不要乱追高，有左侧风险之后又有冲高回落十日线，还买的话呢就容易被套了。价格走势目前是一个强势顶分型，那么它就容易干嘛？往飘带去运行。那么飘带的上方是 64.42， 你要关注的是它会不会踩进飘带。如果不踩进飘带，就像之前这样的啊，它就是一个什么动作？相对的强势回调。如果跌到飘带之内呢，就正常回调。跌破飘带就注意了，你要看170附近是否撑得住。所以我们就这么去看每次的趋势好转的股票，它是否能够这么去慢慢的运行上去。而正常如果它能够走波段啊，它的波段就是这么样来的，股价回调有支撑，回调有支撑啊，回调有支撑，慢慢的去运行。那么直到价格回调止不住了，会破了，而后它可能就转为震荡，再去选择方向。那目前就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震荡，突破走高就见到高点，那回调看一下飘带能不能守得住，能守得住，那么就还是有买入机会，然后先看反弹，再看前高。所以这是趋势交易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流程。以上呢就是12月3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希望大家在2026年也能够有更多的收获。那么今年的视频我们就先到此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明年再见，2026年再见，拜拜。